嘿，我是喜欢给你们做菜的肉找肉，欢迎来到我的餐桌。今天我们来做3种经典美味的酱汁，配鳕鱼。这一切都要从周六早上的鱼市说起。鱼档前看得眼花缭乱的我，发现了这只新鲜又孤独的家伙。就是你，缘分真是妙不可言。什么人？鳕鱼，准确说是大西洋真鳕，主要分布在大西洋北部以及北冰洋，是一种大型的冷水深海鱼，最长接近2米，重达100公斤。今天这只就比我的手臂还长。鱼头和鱼下巴我们先切下来，这些富含胶质的部位非常适合做剁椒鱼头。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先按下不表。剪掉鱼鳍后，还是沿背脊下刀，划至尾部后，再将刀反推回去。这里建议用毛巾裹住尾部防滑。一片完整的鱼排就取下来了。鳕鱼肉质紧实，水白细腻，刺极少，且易于处理。它味道清淡，咸有鲜味，所以处理上可以简单，但是一定要搭配酱汁才能发挥它的优点。姜蒜切末后，加入胡椒和盐，混以低度数的厨用酒，我这里用的是味淋，你也可以用白葡萄酒或者料酒。鱼皮朝上腌制大约10来分钟就可以了。烹制鳕鱼的方法有很多，不过我最喜欢用烤箱。我常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案，烤箱先预热好200度，然后将腌制好的鱼肉鱼皮朝上放入烤箱，再将烤箱的模式换成炙烤，目的是为了得到焦脆的鱼皮。A few minutes later， 只需8分钟就可以得到完美熟度且鱼皮微微焦脆的鳕鱼。没有炙烤功能的烤箱，200度普通烤制也是可以的，只不过鱼皮焦脆度会差一些。下面我们来做第一种酱汁，法餐中配鱼类海鲜第1名 Sauce Beurre Blanc， 法式白奶油酱。它是一种热的乳化酱汁，简单来讲，乳化就是通过不停搅拌，使得原本分离的油脂和水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粒粒的细小油滴，最终形成均匀的乳状液体。一般常温状态下，乳化反应是需要乳化剂的帮助才能更稳定的，例如制作蛋黄酱时使用的蛋黄或者芥末。但是温度加热到60度左右时，由于分子运动比平常更加剧烈，就算没有乳化剂，乳化反应也可以发生。但当温度降下来之后，就会发生油水分离的情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像白奶油酱或者班尼迪克蛋的荷兰酱需要在温热的状况下使用。讲完原理后，制作的材料其实非常简单。红葱头我们先切成末，用这种横竖刀的切法能极大提升效率。然后锅中融化1小块黄油，将红葱末炒出香味，加入白葡萄酒，少许柠檬皮，挤入柠檬汁，找点盐味，待锅中液体蒸发大半，转最小火加入另一块黄油搅拌。过程中千万不能让酱汁煮开。乳化完成后加入石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酱汁的质地已经非常浓稠，并且有强烈的黄油、柠檬和石螺的香气。我们的第1种酱就做好了。接下来是经典川式家常红油豆瓣酱。家常是川菜中的一种味型，概括起来就是咸鲜微辣，略有酸甜醋香。大蒜切末后和之前准备好的姜葱末放在一起，准备一些芹菜切成小颗粒，这个不是必须的，不过芹菜颗粒的加入能够非常好的增加成菜的口感，它的清香也能很好的平衡豆瓣酱浓烈的香辣味。这里将芹菜换成藿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种搭配。主角豆瓣酱来上1勺，再加1勺剁椒酱或者泡辣椒，增加酸味和发酵的鲜味。锅热倒油，我们开始炒制。姜葱末先下锅炒出香味后，加入豆瓣和剁椒，炒出红油，然后加入鸡高汤，当然是我们上一期龙抄手剩下的，放在冰箱中冷冻可以存放很久。然后4勺醋，2勺酱油，1勺糖，这里可以按照个人喜好增减，不要加盐。豆瓣、剁椒和酱油的咸度已经非常够了，然后勾薄芡，我们的第2种酱汁就做好了。最后第3种酱，川式葱香椒麻酱，它味道简单，突出葱和花椒的香气，搭配鱼肉是无敌美味。首先将小葱切细丝，过冷水去掉部分辛辣味，倒入酱油或者蒸鱼豉油，摆上沥干水的葱丝后，将花椒在热油中萃取出椒麻香味，再浇在葱丝上即可。好了，这3种拥有各自独特风味的我最喜欢的和鱼肉搭配的酱汁都已经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你们。它们和鱼肉，特别是白肉鱼非常的搭。另外，三文鱼或者鱿鱼、虾这类海鲜也能非常好的和它们兼容。希望你们喜欢，也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你们最喜欢的和鱼肉搭配的酱汁是什么呢？欢迎你们在评论区告诉我。材料的详细用量和热量及营养信息我会随后放在屏幕上。如果能够 get 到你们一个赞，
或者关注、订阅，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你们的鼓励和互动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最后，真的建议大家能多吃鱼，除了鱼肉本身拥有很高的蛋白质含量以及热量极低之外，鱼肉富含的欧米伽3脂肪酸也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例如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身体炎症反应，还可以帮助改善睡眠。总之，胃口好，休息好，就如同法国人常说的 Bon appétit， 就是最简单、最真诚、最朴实的祝福。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你们的观看，别忘了点赞、关注、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Peace out。